第73章吃亏。刘森没走，但是这件事却给我上了一课，让我更加意识到一点，那就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，对任何人都不要只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问题。就以老唐来说，我问他彩礼的事情，为什么没有找我帮忙？老唐跟我讲，说他过去3年已经借了5、6万块钱，那些钱都是借的亲戚朋友的，在借钱之前他都雄心勃勃，踌躇满志，结果这些钱没有一分还上的，不是他不还，而是没有能力还。他之前在传销那个行业里面陷落的太深了，等真正意识到那个行业坑人的时候，他要回头却来不及了。陈老大，你之前讲了一个天赋的问题，我承认干业务是有天赋的，你说你没有天赋，其他的人可能会承认，但是我老唐绝对不承认，你干业务的天赋至少比我好10倍，你说是不是？老唐道，我点头承认。老唐的情况我太了解了，刚开始进公司的时候，老唐打电话是把话术写在纸上，他打的每个电话都按照一套话术打，所以他被拒绝是最多的，但是他有一股老黄牛一样的精神，反正不管被拒绝多少次，他就默默的一直抱着电话打，别人打10个电话能约1个客户，他就打100个，那个过程我都经历了。他跟我讲，什么叫老黄牛精神？那是扯淡的，山穷水尽，走投无路了，手中就抓一根救命稻草的时候，什么其他的念头都没有，唯有干这一件事了。老唐说自己上学的时候是个文青，喜欢写文章，梦想长大以后当个作家，大学毕业以后干了很多事情都浅尝辄止，曾经也有很多想法，就是因为想法太多，接触传销之后被传销人忽悠的找不到北，从而彻底沦陷，经历了梦想的惨败，方知道踏实的可贵。老唐能走到今天，他也是逼出来的。我跟老唐讲，人生所有的经历都是财富，我们应该庆幸在我们只有20多岁的时候就经历了这么多磨砺和苦难，如果我们在20多岁选择了安逸，可能未来社会变化了，我们到了中年之后会忽然遭遇打击，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就能把人生的成败一下盖棺定论。那天老唐也喝了酒，提到女朋友分手的事情，他大手一挥道，女朋友那点事儿成了就成了，吹了也无所谓，大丈夫何患无妻，关键根本还是要赚钱，那个女人因为没有钱跟我吹了，那等我有了钱，我还会选择这种女人给我当老婆吗？他妈的！老唐盯着我道，陈老大，不管你当经理还是总监，未来有多成功，有一点你肯定得牢记，那就是兄弟们跟着你肯定是想赚钱的，你如果能做到这一点，那你的事业必然越来越成功，谁都挡不住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但是如果跟着你的兄弟都赚不了钱，长此以往肯定是支交零落，这就是现实，尤其是深圳更是如此。跟老唐说了一席话，我幡然警醒，我居然感到肩膀上的压力更重了。梳理部门的业绩，老唐现在盯着百盛鞋业，老谢那边对行业网站颇为心动，老唐说有希望，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可能老谢定不了。老唐过来找我，我约了老谢去不及耍，我一去，谢明军就跟我讲，陈斌，你这样可不行啊，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，他妈的你都1个多月没有来不及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连忙抱拳道歉，说，谢哥，你是不知道我们公司这几个月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们的大老板率领团队跑了。然后我把博越公司的情况跟谢明军讲了一下，然后说我现在干经理，一大摊子事儿，不是不找他，而是实在是俗事缠身。我说这样，今天反正我请，我们好好嗨一嗨，这一次自然又免不了要玩鱼缸游戏。老唐这小子第一次玩的时候很不适应，劝人家女孩子从良，可是现在他玩得得心应手了，还主动提出家中呢。而我在老地方鬼使神差的又碰到了郑小军，其实我人到百盛场的时候就碰到他了，这女人精得很，知道我们的去处，所以对我来了一个守株待兔，又是一番深入浅出的交流。郑小军把头埋在我怀里，很是幽怨，你好久都没来不及了，电话也不见一个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心想我们这种算什么关系呢？纯粹只能算是跑友的关系，我能天天联系吗？我不说话，我不愿意把对老谢的那一套说辞再重复。实话讲，我毕竟不是机器，每天的工作忙得连轴转，脑子里装的全是各种纷繁芜杂的事情，我真的好久没有放松，没有释放了。别说是和郑小军联系，我跟苏雪娇联系的时候都不多，不过是偶尔周末会去一趟，过夜都没有呢。苏雪娇也很忙，忙着厂里的事情，她想把作坊式的皮鞋厂搞成1点规模，她不愿意只做半成品代工，所以自己钻在里面，又当厂长，又跑业务，忙起来的时候也是开车从早忙到晚。军姐，深圳就是这样子的，反正大家都是豁出命了忙，全是为了几两碎银啊，没办法，我给自己点了一支烟。郑小军道，我跟老谢说妥了，反正基本上算是妥协了，反正我跟老黄这么多年，我不求其他的，就只想把百盛让我搞。老谢这边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老黄在广州那边有一家厂子，估计过年之后老谢会去那边。我抽烟没认真听，起初没在意呢，待我回过神来，不由得手抖了一下，
把烟灰撒到了床上。郑小军的意思是，以后百盛这边他全面掌控了，那苏雪娇的生意还能做下去吗？如果能做下去，那肯定模式和套路都要改变了。一念及此，我笑了笑，我想自己不过是帮苏雪娇牵线搭桥了一下，便给了几万块钱的好处，的确是该知足了。只是苏雪娇这一次如果再没有防范，可能又要吃一次亏，但是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出现，只是以后对我来说，好处费应该是没有了。